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啊，也是跟最近的时事相关。至于我手上拿着什么东西，一会儿给大家展示，是一个秘密文件啊。那这条新闻呢，是台湾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质问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说为什么不反攻大陆啊？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全体国民的意见？我之前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讲到这个话题，质疑民进党政府不去反攻大陆的人，居然是一个跟着傅昆萁跑到中国会见王沪宁的这么一个舔共立委，真是找谁说理去啊？他质疑今天的赖清德总统放弃中华民国啊，只是捍卫台澎金马，结果自己跑到中国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统治，这不是精神分裂又是什么呢？所以只能说他这种质疑，他自己心里都知道是站不住脚的啊！他只是为骂而骂，为质疑而质疑，真是心疼台湾的纳税人啊！你们的钱包就这么被花掉了。再一看翁小玲的背景，还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法学博士，真的觉得他学法律是不是学成书呆子了？其实我上期节目讲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有一个观众就底下留言提醒我了，说你讲的这一套和赖清德总统之前说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灾难正好相匹配，或者说我的说法等于证实了为什么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为它将会挑起世界第3次大战。所以说没有人会去按照这个宪法来行事，因为这个宪法和现实已经彻底脱节了。就像共产党也不能够继续的搞马列主义，它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今天的台湾也同样的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哪怕是美国也同样在挂着羊头卖狗肉，一边声称反对台湾独立，一边却支持捍卫现在台湾独立的状态，给台湾武器。至此我们就明白了，羊头不重要，狗肉才重要，实质才是最根本的。至于大家说什么，在宪法里怎么写，官方的表态是什么，这都是虚的。我们不能只是看到这么浅的一个层面啊，要看到更深一层的，就是各个国家的主权在什么地方，他们实际的动作到底支持什么样的一个立场，这才是根本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之前讲到，很多人说美国总统多次强调不支持台湾独立，却同时又多次强调如果中国入侵台湾，那么会出兵捍卫台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对吧？到底哪个是他真心的呢？所以那就要看他的具体动作是什么，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事物的本质，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否则的话就被这些宣传口号、外交辞令给欺骗了。这是了解时事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很可惜大多数人都会被轻易的带了风向，带了节奏啊。所以说这也是看公子视频深度分析的好处。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为什么是过时的、落后的、错误的，甚至是有危害的。那就像我上期节目讲到的，它是有毒的，毒害今天的台湾人。那么好，我们就要看看中华民国宪法有哪2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上期节目我提到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促统宪法，它要求的是未来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 OK， 是中华民国大一统。但是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统还是中华民国大一统，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战争。但是战争其实已经有结果了，就是中华民国输了，最后逃到了台湾岛上。那么这其实已经有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长期持续下去，就把它慢慢的固定下来了。当然你可以说内战还没有结束，但是当维持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相对稳定之后，而且国际上也认可了现状，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啊，那这个现状就是一个结果，已经成为结果。还是那句话，不要看表面有没有签署什么和平协议啊，或者任何的协议终止战争啊，没有是不是战争还在打呢？没有在打，对吧？不要看表面有没有签字儿，嘴上怎么说，要看实际的，双方已经有固定的、长期的、稳定的统治权，其实就是独立主权，双方已经拥有了独立主权。至于有些人说的啊，双方是一国两府啊，有2个政府，双方有治权没有主权，这是扯淡的啊，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想象出来的，把一个既定事实在自己脑海里脑补出一个
临时安排，他认为这是临时安排。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临时安排了几十年啊，将近100年的，这已经成为了长期的稳定的既定事实。OK， 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有自己的独立主权，然后双方也有邦交国，也有盟友，各自有各自的土地、人民、政府、军队，这就是两个国家。所以说，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谓的要实现统一，已经没有对象了，没有一个说你是中华民国的自由地区，对方是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啊，自由地区要跟大陆地区统一在一起啊，说明你是一个国家，现在处于内战状态啊，现在已经内战结束了，不好意思，现在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也成为了个既定事实，并且被世界各国所认可。虽然没有邦交，没有进入联合国，但是已经大家认可了这个现状，谁都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两个国家不存在统一的问题了，只存在谁侵略谁的问题，谁吞并谁的问题。按照翁小玲的话说，他觉得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吞并那个专制国家，对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几乎都不可能做出入侵他国的行动，而更何况那个他国比你强大很多倍，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自己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甚至还是核武国家，这是天方夜谭。更何况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是不同意主动发起战争的，他可以捍卫自己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捍卫自己的现有的主权，但是他不会说主动的去入侵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专制国家发动战争去吞并这个自由民主国家，这倒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你谈统一，基本上就几乎和中共统一台湾啊、吞并台湾划等号了。所以翁小玲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如果强调统一的话，他是不是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看他去中国这么热络，去见中国的官员这么开心啊，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所谓统一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因为他知道不可能，他的想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这倒是有可能啊。好，那么回过头来再说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第一就是它是促统宪法，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就像我上期节目提到过的，台湾今天仍然是两蒋政权，仍然是一个专制独裁政府，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独裁者一声令下就可以做一些违背民意的事情，他不需要公投，不需要人民的认可授权，他就一意孤行发动战争，只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因为两岸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所以说你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连两蒋政权时代都不可能做到，更何况今天是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要享受现在的和平繁荣的环境，不希望动不动的打仗。所以说台湾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去按照这个促统宪法去进行反攻大陆的任何行动啊！因为再说一遍，自由民主国家政府是要获得人民的授权，必须要经过民意的，除非台湾2300万人民意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出兵去入侵中国，去吞并中国啊，最后实现中华民国大一统，否则的话，任何民主政府都不可能这么做啊，而且得不到国际支持。所以不要再提促统，不要再提这个促统的宪法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宪法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讲到的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的疆域也是有争议的。换句话说，宪法第4条写到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域到底包括哪些地方，到今天为止都是有争议的，或者说已经过时。因为你的固有疆域没有讲什么叫做固有，怎么定义固有？固有我们去查查字典，意思就是本来就有的。那好，什么叫本来就有？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么是不是从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开始有，对吧？那不好意思，你去看中华民国建立时候历史，没有台湾，搞笑不？中华民国的疆土疆域没有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比方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提到，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有内蒙、外蒙，有青海，有西藏，有22省，没有台湾。所以关于台湾的事情呢，我提2点。第一，就是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这个我们在历史上有据可考。在1683年以前，台湾从来不属于东亚大陆政权的一部分。
比如说1683年施琅入侵台湾，拿下台湾啊，把它并入到当时的清帝国之内。当时施琅说什么？历代未立江所，自兹出辟，西入版图。就是从现在开始，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说自古以来它都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是。他同时提到臣妾见此地自天地开辟以来未入版图，多次强调台湾过去不是我们的一部分，直到他发动了侵略战争才并吞了台湾。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对吧？把台湾变成了他的大清帝国的殖民地。比如说魏源在《圣武纪略》当中写道，台湾本非中国版籍，并且还提到了当时雍正的诏书当中也写道，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神武远介，拓入版图，就是自古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是我爸英明神武把它拿下的。到了乾隆时期，大清一统志当中也记载说，台湾自古以来荒芜之地，不通中国。而且说在之前的明帝国的时期是荷兰所据，属于日本。所以共产党所谓的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你说古到底有多古，古到什么时候啊？他没有办法解释出来。当然这些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纸面上怎么去 battle。 你说自古，我说不是自古，然后双方去拿出一大堆的证据来，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既定事实，这才是根本。有本事你就用武，以前你是武力夺取的，你今天想要再重新夺取还得靠武力，而武力战争这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在一个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中华民国的版图啊，刚才讲到说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自古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华民国后来退守台湾，而正好台湾是因为日本输了二战，所以说就放弃了台湾的主权，因此中华民国就可以占据台湾了。当时台湾人有独立运动，但是被镇压。我们就说哪怕台湾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日本放弃台湾之后就被中华民国所占据啊。那么好，我们就认可确实台湾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在中华民国第一次国民大会的时候也宣布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好，台湾是，那其他地方呢？蒙古是不是？今天的蒙古是蒙古共和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是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共同承认。那请问中华民国全图上为什么还有外蒙古？对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历史地图，哪年到哪年中华民国的这个版图没问题，就像过去的大清帝国的全清图。可是你没有写任何的时间啊，你就告诉我这是中华民国的全图。今天台湾政府自称中华民国政府，那你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事实吗？这是符合宪法的，但是是事实吗？民国101年，当时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说明，就讲到了蒙古独立已被我政府所承认，在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你觉得可笑不可笑？就是一个国家的疆域如何勘定，靠一个新闻稿在宪法上它还是你的，但是通过新闻稿告诉你这不是了。像翁小玲这样的人就可以钻空子了，他就可以说了，按照宪法蒙古也是我们的，现在应该是虽远必诛啊！蒙古居然占据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开战，中国打不过，你打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打不过蒙古国吗？所以就很可笑了，对吧？按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来讲，所以今天台湾是有双重身份，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主要是停留在纸面上，在宪法当中，在大家的口头宣传上边和这些宣传的文宣上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身份呢，就是实际的身份，就是台湾，它是用行政院的命令来治理这个国家，就是它用实际的行使主权是在台澎金马。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嘛，这不是个卖羊头的地方，它只是挂着羊头而已啊。但是很多人就认真了，说你这羊头哪儿去了？你必须现在开始卖羊头。明明他没有羊头啊，他要羊头的话，他需要去偷去抢才能有羊头。那你这是逼着人家去找羊头吗？逼人家去抽去抢，对吧？你这不是故意找茬吗？当然，你通过这种质疑，把今天这个台湾法理的荒谬性给讲清楚也可以。那接下来怎么来解决呢？
就是修宪吧。但是国民党你同意修宪吗？你也不同意修宪，那你这是诚心给今天台湾的执政者为难，或者说你是针对一个党而不是一个国家，你是为了让这个党难堪去害这个国家。但问题在于你自己党派在执政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做？你怎么不这么说呀？跟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小粉红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是大家都在意淫，都在活在幻想当中啊。一个幻想台湾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是幻想中国大陆和蒙古和其他地方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沦陷区。所以说我们坚守秋海棠这样的一个固有之疆域，真的是一中各表了啊，这一梦各表，但是却不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现在，基于现实、理性、冷静的去预测未来。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继续做中国梦了啊！就是你不可能叫醒装睡的人。孟小玲就是典型的在装睡，他当然清楚今天的台湾政府必须要为2400万台湾人民负责，不可能去发动一场战争，不可能去入侵其他的联合国成员国、其他的主权国家，包括国民党整天的宣传南海是中华民国的，钓鱼岛也是中华民国的，那你是不是还要跟日本开战呢？啊，你还要跟菲律宾开战呢？那不需要中国了啊！你替共产党去成为世界公敌算了，然后菲律宾跟日本都启动跟美国的安保协议，那干脆你台湾政府向美国宣战算了。所以这不是搞笑吗？所以说国民党就是骗一骗这些蠢人，但是自己呢，你自己的行为呢，你真的做到了，真的这么大义凛然，有这样的民族情怀，我都给你竖大拇指。结果他们自己跑去中国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交流，替他们去充当统战的工具，那还不如我放弃统一大陆，放弃你中国的这些领土，反正我也拿不到，我现在能够坚守住台湾，为2300万人民负责，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这也是今天民进党正在做的事情。但只可惜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这个大的招牌还被今天台湾政府扛着啊，他很明显已经扛不动了，他还在扛，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党张局一样，也是这个大的版图，这个专制大一统他也扛不住了啊，但是他还在坚持着扛，扛到最后只有解体的份儿。今天的台湾同样的扛到最后也只有承认现实的份儿，你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你就不要天马行空了，脚踏实地的为你的选民负责，做一个合格的人民的公仆，这就是台湾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今天在台湾市面上还能购买到的这个秋海棠版的中华民国全图啊，我建议大家就当做一个玩笑，不要像翁小玲这样啊，拿着鸡毛当令箭。大家知道这个中华民国全图的荒谬之处还有一点，在中华民国36年 OK 是最早的一批中华民国的全图，这上面就有政府的盖章，说35年1月我政府通知库伦政府准其独立，这已经说了蒙古不是我们的了啊，但是在地图上他还必须要标注出来，他害怕你要去掉这一块不好看，然后到了再版的时候把这句话给删了，一直到今天几十年了还是这套啊，还是这个秋海棠自欺欺人，难道不是跟那些整天叫嚣着统一台湾的小粉红一样的荒谬可笑吗？总之台湾今天的促统宪法也好，宪法所提到的固有之疆域也好，这些我们要明白都是给大家带来一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啊。但是今天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今天的国际现实到底是什么，大家心里要清楚。大家如果还在幻想过去国民党党国时代的这种大一统思想，或者说这种历史上的原教旨主义，那么我觉得不仅是愚昧无知，也是不负责任，甚至还可能害了台湾人。就像今天的国民党的立委在被共产党利用，在台湾宣传统一，表面上他们是所谓中华民国统一，但实际上呢，他们在推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这不仅伤害了台湾今天中华民国的主权，也对台湾人的自由民主权利是个极大的威胁。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